嗨，大家好，我是奇南京 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香文化之旅。我的手里呢是一本圣经，而当你翻开新约篇章时，开篇第一章的马太福音里就有一个全书著名的故事，那就是耶稣的诞生。这个故事通常也被人们称为东方三贤者来朝 Adoration of the Magi。故事是耶稣诞生在伯利恒，东方的三位贤者前来朝见，并每人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分别是黄金、乳香、没药。这三份珍宝中，黄金代表着王者的尊贵，表明耶稣的身份显赫，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王。乳香代表着神性，寓意着他是神的代表，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上帝之子。没药则代表着死亡和牺牲，预示着他的未来将为人类遭受苦难。虽然这是一个宗教故事，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窥视到一些历史信息。首先，记载耶稣诞生的福音书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从这个故事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乳香和没药这两种香料是与黄金同等贵重的物品，即便是献给身份尊贵的犹太之王或神之子，也是足够珍贵的礼物。其次，在这充满宗教寓言氛围的故事中，三件礼物都是具备符号象征意义的。乳香和没药所衍生出的象征含义，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塑造的认知。早在2000年前书写圣经的时代，这种认知就早已深入人心。而这文化意象最初可溯源至古埃及，乳香让人联想到神圣。远在耶稣诞生前的数千年岁月中，它就在古埃及的宗教仪式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影响了后来罗马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乳香。因此，人们一提到乳香，就会联想到宗教与神明。没药在古埃及的时代也是一种重要的宗教香料，用于木乃伊的制作和祭祀亡灵，自然让人联想到死亡。乳香和没药是古埃及香文化中最重要的两大神圣香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种香料。乳香是一种树脂类香料，相信大家在上中学课时，老师一定让你们背过生物分类学的那7字口诀：界门纲目科属种，对吧？乳香的生物学定义就是橄榄科乳香属的树木在外部受伤后流出带有芳香的树脂，这些树脂被采集干燥后变成了乳香。我们记住乳香属的学名 Boswellia， 我再重复2遍 Boswellia Boswellia， 重要的事情说3遍。如今生物学上属于乳香属的植物被认定超过20种，但在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乳香是特指4种：阿拉伯乳香、麦迪乳香、纸皮乳香和印度乳香。它们的香材性状是个大话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未来找个时间专门开几期视频聊聊，今天就先不开展了。除了印度乳香基本上只在印度和东南亚范围使用外，其他3类乳香在地中海历史上被广泛使用。根据如今各学科之间的研究汇总，可以确定古埃及使用的乳香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也就是如今的也门和阿曼地区，还有就是东非之角地区，主要区域为索马里、厄里特里亚、吉布提，还有包括部分的埃塞俄比亚。其中阿拉伯乳香是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香料。 Boswellia 意为乳香属， Sakura 意为神圣的，所以你可以将它直译为神圣乳香或仪式乳香。西方植物学家能在如此枯燥的植物学命名里都赋予它这么诗意的名字，可见乳香在古地中海宗教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历史地位。我手里这个就是阿拉伯乳香，我们拿一颗出来闻一下。上等的阿拉伯乳香呢，刚闻上去会有柠檬柑橘类的清新，然后呢会有丰富的这种木质调的底蕴，香气层次非常丰厚，是市场上最受人们偏爱的类型。然后呢，我现在把这个乳香放回去，就这么一会儿，我的手上已经是沾满了非常浓郁的香气。如果不洗手的话，这个香气应该能够维持大半天的时间。你看，有的时候好的香料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么的朴素，就是一种非常直观的一种好。
所以阿拉伯乳香是经济价值最高、传播范围最广，也是历史中乳香之路上最主要的贸易品种。顺便说一下，乳香绝对是香文化中的大明星，未来出镜率会很高。在古埃及、古罗马、犹太基督教还是我们中国的故事里，它未来都会作为重要角色跟大家经常见面。乳香的不同名字。乳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香料，它在历史上有非常多样的名字。这些不同语言的名字体现出它曾作为一个重要的商品在世界各地流通。如今国际上通用的英文名为 frankincense， 它其实是由2个词构成， frank 加 incense。frank 是个常见的人名， incense 是指熏香，来源于古法语词汇 from encens， 意思是高贵的纯正的熏香。古法语词根 from 就是高贵的纯正的意思。但 frankincense 这个词其实出现得很晚，它是在十字军东征后的中世纪后期才出现的词汇。曾经在英国还很落后的时候，法国是西方文化的高地，因此法语对英语的影响非常深远，几乎有 30% 的英语词汇都来自于法语，而英语中几乎所有的高级词汇都来自于法语和拉丁语。举个例子，英语里的牛读 cow， 猪读 pig，可是它的牛肉却是读 beef， 而猪肉读的是 pork。 你听听看， cow 和 pig 一听就是非常乡土气的，这是来自于英语的本土词汇，而 beef 和 pork 这个是来自于法国的诺曼宫廷词汇，它们两者是不同源的。而像乳香这么高级的奢侈品，它的词源也是来自于上层精英的语言，也就是法语。后来英国、美国发达了，英语呢成了世界语，所以 frankincense 这个词才成为了乳香在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乳香在古拉丁语中被称为 das 或 tus， 它的原始含义是熏香或者通过烟雾献祭。由于古罗马的许多高级词汇都是直接借用古希腊词汇，这一词是借用了希腊语 Zaos， 来自古老的阿提卡希腊语，这是源自古代阿提卡和雅典城邦的语言，是古典希腊城邦时代的通用语。这一词的原始含义是指燃烧祭品或供奉。另外一个常见的古典名字是 Lebanons， 这一词来自于通用希腊语。介绍一下，这个通用希腊语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6世纪，大约在这900年间曾经是东地中海的通用语言，也是新约圣经书写时候的语言。这个词是一个多义词，可以指黎巴嫩山脉，又同义为乳香。因为当时阿拉伯半岛南部生产的乳香要先从南部运输至北部，出黎巴嫩山脉后就可以通过地中海海运到达希腊。此外，当时黎巴嫩是腓尼基人，也就是迦南人的故乡，他们善于航海，不仅在整个地中海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络，还离开黎巴嫩在远方建立了许多殖民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非的迦太基。在希腊化时代的东地中海人群就是通过与腓尼基人的贸易中获得乳香的，因此得到这个名字，有点类似于如今的英语中 China 可以同时指瓷器和中国一样。后来这一词在晚期拉丁语词汇中转译成了 Oleum Libani， 英文是 The Oil of Lebanon， 意为黎巴嫩山的香油，后来演化成了 Olibanum。顺便说一句，在如今的英语里 Olibanum 和 frankincense 是同义词，但如果你想说话有逼格一点的话，你可以用 Olibanum 这个词，因为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来， Olibanum 这个词显得更加的古典，有腔调，体现出你书读的比较多。乳香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经常被称为熏鹿香，词源应该是从梵语中的 kanda 或者是 kandu 音译而来，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从宋代开始，乳香一词逐渐成为主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阿拉伯乳香的外表是白色的，形状像滴乳，这一词汇是基于对香料外表的描述。另一个原因是在阿拉伯语中，乳香的词汇是 luban， 意为奶、白。汉语词乳香可能是直接翻译了阿拉伯语词汇。没药，没药是没药树的树脂。没药树的生物学定义是橄榄科没药属没药树种。
与乳香一样，没药树还有些近亲植物生产的树脂也被市场上冠以没药之名。香材性状呢，也是一个大话题，依然等我们未来有机会专门开期视频聊聊。没药的树脂干燥后会变成坚硬的红棕色固体，但不同于乳香，必须把新鲜的树脂制备干燥后才能作为香料使用。没药无论是新鲜状态还是干燥后都可以作为香料。新鲜的没药是可以流动的液体，在古代社会要比干燥的没药更加昂贵。没药和乳香来自相同的产地，都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东非地区。我手里这款就是没药，我们来闻一下它的气味。没药呢，刚闻上去它是一种甜甜的气息，类似于像蔗糖或者是姜红糖的味道。然后呢，它的中调后调呢是有木质的香味，还有非常经典的一种药味。整体的气味呢是甜味和药味相互交加。当你闻完没药之后，它给人的印象绝对是一种印象深刻，但却很难第一时间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没药的英文词汇 myrrh 是从古老的犹太旧约圣经中得来的，希伯来语的发音是 more， 在阿拉伯语中发音为 myrrh， 所以很明显，中文没药一词是直接从阿拉伯语词汇音译而来的。没药的药字是中文里额外增加的解释，没字才是它的本名。而阿拉伯语 myrrh 一词应该是来自于更古老的闪米特族群语言，比如阿拉姆语是读 Morea， 发音可能不正宗啊，大家别介意。细心的小伙伴们应该注意到了，这么多单词的词根是相同的，可见没药在数千年间一直被作为一个外来词汇，不停地被多个文明的语言借用，但它们最终都可以追溯回古闪米特语系，并共享一个词根 mrr， 意思是苦。但这个语言的小细节也侧面反映出一些历史，这个苦可能是指香气中的药味，但也可能是真的指味道。闪米特语系的古人除了重视没药的香气，可能更加重视没药的药用价值。有趣的是，中医典籍中记载的没药，我们的老祖宗认为这个材料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味苦。对了，顺便说一下，我曾经好奇害死猫，真的是尝过它的味道，非常非常苦的一味药，大家可以不用试了，我替你们试过了。在古埃及，没药和乳香不仅仅是香料，也被认为是带有魔力的药物。它们的诞生本身就是树木为了治愈自己的伤口所分泌，是天然的消炎药。两者经常一起使用，有出色的活血、消肿、杀菌、防虫等功效，其中对多种致病性真菌有抑制作用，还有护肤的功效。现代医药证实，没药能有效杀灭金葡萄球菌和枯草芽孢杆菌。所以没药不仅用于古埃及的各种香水、化妆品，也是各种药剂、止痛剂和防腐剂的成分之一。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用没药成分的香油给尸体涂抹是必要步骤，一方面是为了用香气掩盖尸体的臭味，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没药的杀菌功能，防止尸体继续腐烂。乳香和没药在古埃及历史中的重要性几乎是不分伯仲的，两者都是地位崇高的神圣香料。它们的故事太多了，今天的篇幅有限，就不再继续了。作为香料中的大明星，它们未来会经常出现。好了，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也欢迎你关注我，我们未来继续这场文化之旅。我是新人 UP 主秦南君 Peter， 献给热爱生活、喜欢历史的你。